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大家也知道，我的休假已经结束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恢复到之前，在这个跟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中，我会穿插一些跟缠论相关的知识，或者说一些实战经验的一些分享。那么在我休假之前，我们一直做的就是这个看图说话。那么这看图说话呢，我是借用了这位师兄或师姐的一个插图，因为禅师在他原文中插图他自己画的插图并不多，然后我也懒得去自己去制作。那么这位师兄和师姐已经做出来了，做出来这个插图我们借用一下。这是这个插图的原地址。那么这个版权的话是这位师兄和师姐的，我们这里只是借用来跟大家分享。那么这是在第37课背驰的再分辨里面的一个插图。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主要表达的意思。因为我跟大家在做直播的时候分享过，我们进场的时候一定是出现背驰的时候进场。什么是背驰呢？或者说叫背离？叫法可能有一点这个差别，但是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多空力量的，就是一个力量的比较。所谓的背驰啊，就是一个力量的比较。比如说这是三段背驰，那么一和三，三的力量没有或者空间没有一的大，那么这就是背驰了。那么说明前面这里下跌了这么多的时候，它有过一次，打个比方多少的一个反弹。那么同样的，那么等到第三段衰竭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期待着这里也是有一个相类似的一个反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背驰的一个比较。那么在这个图形上的话也是一样，它是 C 和 B 的一个比较，对吧小 c 和小 b， 小 c 和小 b， 如果我们熟悉模型的话，我们就知道它是这个离开段，这是大 A 中枢，大 B 中枢，然后这就是小 c 段，前面这是小 b 段。其实小 b 段我们会发现跟小 c 段都是围绕大 B 中枢的一个震荡，也就是进入段跟离开段，其实就是。那么C 和 B 比较形成底背驰线段，底背驰段，对吧？这是下跌的这种。那么上涨的也是一样，前面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这是大 A、大 B，然后 C，对吧？这个模型我们一定要熟记在心里面。这个模型是我们用来分析图形走势的时候，你要跟这个模型相比较。我一直说这个图形，实际的走势类型的图形很饱满，或者说不够饱满，跟什么比较呢？就是跟这个模型比较。饱满的模型，饱满的图形就是进入段大 A、大 B、小 C 都有，小 B、小 C 就是所有的这些构件都有，这叫饱满模型。那么非饱满的模型就是我们一直说的这种浪形，以这种浪形简单结构往上涨的时候，这个结构是不饱满的。但是不是说它一定要生长出来两个中枢，这个一定要注意。两个中枢叫趋势走势类型，那么一个中枢叫什么？叫盘整走势类型，对吧？它是有区别的，不是每一个都要两个中枢的，一个中枢也可以完成。这是这个一个下降和一个上升，我们要看离开段哪段和哪段比较，你要知道哪段和哪段比较，对吧？那么后面这张图我们看一下，这是对 C 的内部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走到 C 了，这个 C 的内部什么时候结束呢？对吧？那么这个内部进行分析的时候，你就不能看本周期了，你就要降低周期，看它的次级别，这就是利用缠论的区间套，对吧？缠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一个是区间套，另外一个就是递归。区间套是从高级别慢慢降低到小级别，比如说你从日线降低到60分钟，60分钟降低到15分钟，15分钟降低到5分钟、1分钟，是这样层层往下降低的周期的，相当于你把显微镜的度数慢慢放大，显微镜的度数越大，你看的这个东西就越清晰，结构越清晰，对吧？你1分钟上，比如这一段，你可能是犬牙交错的，非常的多的一些折线，那么在它的上一个周期可能只是一根，或者说上上周期只是一笔，或者说是一个线段，这就是不同周期
周期越大，看得越模糊。但是呢，大周期虽然说结构模糊或者结构简单，但是它的指向性更强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大周期看到小周期，而不是说从小周期一点点要递归到大周期。递归虽然说非常精确，但是太麻烦，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说，这是禅师为什么教给我们用这个你的交易软件上已经带的这些周期，日、周、月、年、60、15、30什么的，这些已经任何交易软件都带这些周期，我们就借用过来一个便利条件，对吧？但是它是不够精确的，它是一个模糊的。你用递归上来的，虽然说特别精确，但是太麻烦，没必要。那么看一下这个右面这个插图，就是它把这个 C 段把它的次级别也标了出来。你如何定义这个 C 段什么时候结束呢？那就是看它 C 至少包含2个次级别中枢，这2个中枢构成次级别趋势的关系是标准走势中最常见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是 A、B 构成一个趋势上走势类型，对吧？那么如果说这个 C 段内部你发现也有2个走势类型了，那么它就可以结束了，结构饱满了，对吧？以这种方式来判断 C 什么时候结束。好的，我们往下继续看，这是第43课了。因为不是每一课都有插图，所以说我们就是看哪些有，我们就借用过来。看一下第43课，它这个主要讲的是补习课，也是跟背驰相关的。由于这些文字都是禅师原文里面的文字，由于不允许上涨加上涨、下跌加下跌的情况，所以这定义对实际操作就很有意义了。例如，一个1分钟级别的顶背驰，这是以1分钟做例子，就是如果说你能够把非常小的周期，因为周期越小，它的图形越复杂。如果说你能够把特别小的周期的图形分析清楚的话，那么大周期就更容易了。所以说，它一直是以1分钟来做例子的。举例子，例如一个1分钟级别的顶背驰，就意味着必然导致一个至少1分钟级别的盘整或者下跌走势类型，这就为背驰以后可能的走势以及级别给出了很明确的划定。有人经常问，为什么1分钟顶背驰后还涨？那有什么奇怪的？只要一个1分钟的盘整就可以继续涨，这是1分钟顶背驰后可能的情况之一，对吧？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图形上，就是说这是1分钟上是有一个 A 中枢、B 中枢，然后针对 B 中枢还出现了一个小3买，然后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到这里。这就是一个一脉了，对吧？这个结构可以完成了，有2个小中枢，大概率是可以完成，不是说100%要完成，它也可以有3个、4个、5个、6个中枢，所以说2中枢结束是大概率，并没有100%、1对1的这个对应性。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之后，那么回调不是说这个1分钟结束了，它就一定要1分钟跌回到前面这里，它只要有一个盘整。就3笔就是一个盘整走势类型，因为这是一个类中枢，对吧？这个结构就不够饱满，但是呢，它也构成了中枢。这3笔的重合段也构成了中枢，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而且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跌破了前面这个小3买，这里不是有一个3买吗？它尤其是这一段回落的时候，它跌破了3买。但是呢，跌破3买之后，它并没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对吧？所以说，你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还不能说它就破坏，它这完全可以形成第3个中枢，继续往上走。这样的话也可以，因为它没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你会发现它这个虚线在这里，这里有个虚线，对吧？是没有回到中枢来的。什么时候破坏了这个向上的结构呢？是这个回落这段，它这个回落。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然后又破坏了前面这个小3买，证明这里就是一个要用非同级别分解了。前面这里是一个2中枢趋势上，后面这里是一个3笔的一个盘整，结束了，可以完成了，相当于大周期上
这里就是用的非同级别分解。左侧是一个走势类型，这个3笔也是一个走势类型，然后开始走反向，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文章里说1分钟背驰之后还可以继续涨，因为它已经调整结束了呀。这就是强势表达，这就是强势表达。它可以用一个非常浅的回踩，3笔的一个回撤之后，继续延续前面的这个上涨。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是第43个的插图。那么这个其实就更精细化了，那就是这个文字我们就不读了，其实就是一个大 A 大 B， 那这标着这个它的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小 a 小 b， 然后这后面这些所有这些都是小 c 段，就是所有的这些都小 c 段，但是呢，它利用的是一个把不同周期都标出来了，前面这2个大中枢是30分钟的中枢，那么在这个小 c 段里面它又有中枢了，它这里面又有2个小中枢，一个大 A 和大 B 是5分钟的中枢，然后呢，针对第2个5分钟的大 B 中枢里面，它又有一个小 C 段，换一个颜色，这个绿的是1分钟中枢，然后1分钟中枢里面还有2个小中枢，然后针对第2个中枢又有一个小 C 段，就是C 段里面套用的 C 中 C 中 C， 这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嵌套的一个关系。所以说你可以利用这种，你能精确到1分钟的背驰，你能精确到1分钟的背驰，你的操作级别是5分钟。sorry， 你的操作的这个中枢是30分钟，但是呢，你能卖在1分钟的这个背驰点这里。所以说，为什么说缠论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操作系统，就在这里，你可以利用区间套一层层的往下降低级别，可以基本上卖在这个拐点这个位置。所以缠论是一个摸顶捞底的这么一套理论。看一下这个下面还有没有图形啊？那这个插图就这些了。那么我们就继续我们之前平时的这些这个复盘的工作。那么下周的话，看一下哪些经济数据，还有一些讲话。最重要的，当然相对重要的是这个周3有这个美联储上一个月这个会议纪要，对吧？看一下会议纪要里面其他的除了美联储主席以外，他们有没有更多的分歧？因为现在分歧比较大，尤其对9月份是不是要降息，要降多少，现在分歧特别大。那么周4的话就相对平淡一点了，这个有一个跟就业相关的，重头戏在周5，因为这个下周啊是全球央行在美国一个小镇叫 Jackson Hole， 是要他们开全球的这个央行会议。那么它可能是开2天，或者说开3天，2-3天吧。那么但是在周5的时候是有这个美联储主席一个讲话，但是这个时间是在交易时间段，在10点，所以说要看一下他这个讲话里面有没有对9月份的一个是否降息，或者说他对现在的这个通胀啊，对现在的经济情况有没有什么一个前瞻性的一些讲话，对吧？毕竟因为本周出的这个 PPI 数据大幅超预期，造成现在交易员压住9月份降息的概率已经降很低了。原来可能是降50个基点，什么25个基点都有，现在可能不降也有可能啊，因为现在通胀还是很很高，所以说又再加上那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直也讲的，一直要看数据，所以说9月份现在降息已经降息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但是还是要听一下他的讲话，对吧？所以说下周的话，最重要就是这个鲍威尔的一个讲话。那么还有也就是这个本月底有英伟达财报，也是市场现在一直在等的。那么其他的话，可能是还有这个川普跟，比如说周5川普跟这个俄罗斯他们的一个这个交谈，对吧？跟那个那么对军工股可能有一些影响，但是现在并没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出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要做的这个复盘。我们先看一下，先看一下标普，复习一下。那标普我们已经在平时，刚刚过去这周我做直播的时候已经分析过很多次了。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月线上
当时是在我们看一下是哪天出现变化的，就是这个周二8月12号出现了一个高点，造成这个月线上没有顶分型了。在周二之前的话还有顶分型，那么月线上现在本月已经涨了1.74%，对吧？那么这个月还有2周的交易日就结束了。那么如果说这个月 K 线能保持现在这样，或者说不是大幅回杀的话，那么现在是一个非常饱满或者非常健康的一个上涨。想要出现顶分型，那么要跌破这个6177.97点才会出现顶分型，或者说它也可以出现一个包含关系的，就是上一个月的把下一个月的给包含了，或者说是这个下一个月的把上一个月的包含了，这就是这个晕线。传统理论管这种叫晕线，晕线容易出现在顶或者底的位置，对吧？你像前面这里它也有晕线，所以说，如果说出现包含关系的话，那还要再看一个月才知道是否出现顶底分型。所以说在月线上现在没有顶分型，我们就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或者你的仓位有配置月线的话，那你就可以不用管，只要没有出现顶分型，你就可以不管，因为只有出现顶底分型才有可能转折，连顶底分型都没有，你不用担心呢，对吧？这就是顶底分型给到我们的一个技术上的含义。那么再看它的4级别，周线上。那么周线上这个结构我们也很清楚了，从3491这就是起涨点，从周线这是在2022年10月10号啊，这一波上涨是从2022年10月10号开始的呀，这已经都4年了，对不对？2022年一直到3年了呀，已经到2025年都已经3年了，所以说这一波上涨还没结束呢，你可想而知，一个趋势上涨它这个时长有多长？所以你能预测得到吗？很多人特别喜欢预测，啊，6000点是不是顶？5000点是不是顶？对吧？你从3491，你能够预测到现在最高点是6481吗？你预测不到，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但是呢，对那些职业的分析师来讲，他们是必须要去做预测的，因为就是那是他们的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要做预测，给他们的团队也好，或者说公开的一些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给出一个点位来。但是我们交易的时候，这些不要去做预测，而应该做的是跟踪、跟随，这才是这个交易的一个精髓。就是预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那么你又非要做预测的话，那你就利用工具嘛，对吧？利用这个斐波那契呀，利用黄金分割来大概看一下，有一个这个心理预期。那么我一直说这些黄金分割呀，这些斐波那契呀，都是类似于红绿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个红绿灯，对吧？我知道大概前面可能有红灯了，我应该停了。大概前面有个绿灯了，我可能可以加速通过了。但是呢，等你到了当下红绿灯那个位置的时候，它是绿灯，但是问题现在是交通堵塞，或者说出现了一个什么交通事故。虽然是绿灯，但是你开不了。你是不是要根据到了红绿灯那个位置当下的情况来决定你是不是要加油一脚踩油过去，还是要停在那里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斐波那契的这些位置也是一样的。我到了那个什么0.382、0.5、0.018之后，我要看当下的路况。路况不单单包含红绿灯，还包含当时的交通情况，还包含是不是有警察已经接管了这个红绿灯。现在虽然说是红灯，但是警察对你招手要你赶紧往前开，难道你因为这里是红灯你不往前开吗？对吧？那么在实际情况，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根据当下的路况或当下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我是不是要加速往前走，还是要停在那里。那么为什么在图形分析上我们不能够以这种思维呢？对不对？就是不要僵化于要找一个什么非常精确的工具来告诉我们，哎，没有这种所谓的精确的工具。我给大家介绍用这个斐波那契，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工具啊，都只是一个辅助判断，都只是一个辅助判断。但是呢，不要觉得这个就是什么一个魔法的一个工具啊，怎样怎样，其实是一个偷懒的工具，就是一个偷懒的工具。大概其模糊的，看看到那个位置怎么表现，对吧？你心里有一个大概的情况，一定要清楚它这个工具是干什么用的，而不要这个神化这些工具。那么现在这个图形上，你可以从这个B 段的，我们刚才不说了吗？我们刚才那个看禅师那个原文插图里面，
现在是有 A 了，有 B 了，我们怎么比较 C 呢？首先要比较小 B 段跟小 C 段的一个力度嘛，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扩展器，对吧？现在等比例在哪儿？6823，也就是说从4835涨到6823，跟前面这个小 B 段的这个空间是一致的，对吧？这就是预测了，这就是你用利用工具来这个测量。那么到了6835之后，然后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然后美联储要降息100个基点，啪，直接就上去了。你说6835有用吗？没有用。所以说你要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或者说这个位置附近的时候，你就要盯着它了，是不是能够突破这个所谓的潜在的一个等比例位置，还是说有其他事件？如果说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没有其他事件，然后它的内部，我们刚才说了。你光看一个周期不够精细啊，它的内部已经走得很精细了，2个中枢了，然后到了这段这个 C 段里面又有2个小中枢了，那么到了这个6823就有可能出现一个转折了，对吧？所有的这些都是跟随当下结构的。那么这就是简单大概看一下，是不是能到6823？那么一样的，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先看一下现在内部是个什么情况，对吧？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日线，那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经常看的这个日线结构。4835就是这一波的起涨点，那这个结构我们已经比较清晰了。它这个进入段是比较特殊的，我也说过多次，因为这个4月9号这根 K 线破坏的这个结构，可以是一个123当进入段，也可以是一笔当成进入段，对吧？都可以。那么现在这是主要关注的是中枢，现在已经有中枢了，中枢是我们的这个最主要关注的，就是现在这个小 A 段和小 B 段，现在因为只有一个中枢啊，所以说我要比较进入段跟离开段，也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这个扩展器比较一下，它现在还没到0.5呢，对吧？这是从这个4835比较，我若从5101比较也可以。我说过为什么？因为它前面是可以3段的，我就从5101比较，那么它刚好是顶到了0.618了，看到没有？刚好是顶到0.618了，也是一个红绿灯的位置了。那么到了这个红绿灯位置，我要观察它。但是现在它这段走的呢，相对的没有那么凌厉，就是涨一天跌一天。你会发现，我们把它这个放大一下，你会发现这一段啊，它涨的是比较纠结的，基本上就是涨一天跌一天，跌一天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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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是不是这么一个结构？是不是这么一个节奏？所以说它就是不是那么的凌厉，走的比较纠结。它就是在相对高位的时候，就是说一般恐高的人，你涨高了他就会去卖一些，对吧？但是牛市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快跌慢涨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对那些拿不住股票啊，天天想暴跌的人来说，这种走势的其实很煎熬的，因为他拿不住啊，天天想着暴跌挣快钱。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分析这个技术面的原因是我们要做差价，我们要降成本，成本降低才是最终目的。但是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长期持有，对吧？我们想的是大的这种长期持它，长期持有。你这种大的这个涨幅，你不长期持有的话，你是吃不到的。你从800点标普800涨到6481，你能预测得到吗？你不拿着它，你吃得到吗？对不对？所以说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长期持有。但是长期持有，如果说你的成本太高的话，比如说你的成本是6400，那么稍微有一点波动，你就会很难受。但是如果说你的成本在2000，在3000，在4000，在5000，都不会太难受，因为它即使有一个10%的回落，你是赚钱的。只要你是赚钱的，那么你持有起来的心态就会更好一点。最终还是要想让我们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能够对一些很小的波动，相对小的波动，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技术分析，要做这个打差价的这个操作的原因，是为了降成本。一定要注意，你长期持有的票成本一定不能高，或者说成本一定在零，在负，才是你的最终目的。你的成本都是零和负了，你的公司倒闭破产，你也不亏钱，这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么，成本到零到负之后，怎么让你的持有的这个仓位慢慢变大？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的。那这方法就是你每次回落的时候多买一点，然后上去再卖的时候，卖你自己计算一下，卖出之后成本还是零，那这样呢，慢慢利用一个滚雪球的方式，你的这个仓位慢慢就越涨，你的仓位越大，但是你的成本还是零，那这就厉害了，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终极方法，是禅师教给我们的。那么在针对这个标普的话，就是针对这个现在是这个是大 A，现在是这个小 B 段，小 B 段内部还没结束，跟我们刚才看那个禅师原文那个插图不是一样的吗？对吧？这是大 A 是日线，这个小 B 段它的内部在1小时上有一个大 A 了，那么1小时上完全可以再出来一个大 B 呀。那么以这种方式结束这个小 B 段，小 B 段结束了，那么它完全可以把大 B 段给它扩张出来，那么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大 B。那么这个如果说是日线级别大 B 的话，那么下面这里就是日线级别的大 A，对吧？那这样的话，日线级别有可能结束了。所以说现在1小时上都没有看到它可能结束的迹象呢，所以说不用着急。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标普指数，我们啰啰嗦嗦说了半天，穿插了很多其他的内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会员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在这个提问之前，我们简单看一眼这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我在这个过去的直播的时候提过一句，就是说这个4小时上有一个200天和这个120天这个均线在这里，对吧？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应该在这个位置。它当时分析的时候是这个下跌的时候不够那个饱满，里面内部跌得太快，那么踩到120天120均线或者200均线的时候弹一下，它确实弹了一下，看到没有？它踩到200，这是这个120均，踩到120均之后弹了一下，但是呢，这个反弹不够比，在4小时上不够比，所以说它弹完之后又跌破了前面的小低点，那么其实这是在1小时上形成了一个背驰，我们看一下1小时这段。我们看1小时上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1小时的背驰，这是前面这一笔，然后弹了一笔，这笔弹得很浅，你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看一下当时到了什么位置，对吧？0.382在这儿呢，在这个这个12万，所以我说呀，这个黄金分割这些位置，如果说你用黄金分割一直在等。假使你在这个位置买了，你想等它到这个12万这个位置去卖，那你就等不到啊，对吧？这只是红绿灯，但是它路况出了其他问题。我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这里他妈的有那个交通事故，你开不过去了，我只能掉头。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这个预测它能到哪儿，而是跟踪。我到了这个位置，我要看当下路况，它内部已经很饱满了，我这个上不去了，那个小周期里面没有这个力度往上顶，那只能下来，对不对？所以一定是根据当下的情况。那么这些东西都只是一个辅助判断。那么现在下来1小时上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然后又开始做中枢，就是说现在这个结构啊，它在这里做了中枢之后，完全可以走反向往下继续走。所以说现在看不到要抬头往上走，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往上拉升的时候，才有可能变盘，或者说才有可能调整结束。它完全这里在这里这样在这里震，啪一个上去，对吧？我们要看到的首先要看到这个力度。那么你这个力度出现的时候，你可以利用，那它就可以从这个位置开始来分析了，从116859这里分析，那么它完全是可以这样，在这里它做了一个中枢，然后这个快速上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比较力度了，进入段离开段，哎，这段一定不能背驰，这个小 B 段一定跟前面的小 A 段比较没有背驰的时候，那么这个回落我们就要严重关注了，因为它完全是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给一个300之后往上走，所以我们要进场是哪儿呢？是这儿，但是呢，进场的前提是出现小 B 段的一个不背驰拉升，对吧？你也可以在突破小 B 段突破这个的时候，你去跟踪一下这一段。这一段的内部走得非常快，非常急。那么突破它的时候，你可以先进一点也没有问题，先进一点，然后你发现这个小 B 段有背驰了，内部有背驰了，你可以先在这里卖一些，卖完之后等待这笔回调，如果回来真给一个300的话，再补回来，然后等待它后期的一个上涨，对吧？所以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分析内部结构啊、区间套啊，对吧？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因为其他的有一个朋友一直也在跟踪以太币，因为现在这个在虚拟币里面盘子比较大的就是那个第一肯定是比特币了，第二就是以太币。那么以太币的话，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它的图形，这是这个朋友想再分析一下，可能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周期结构。月线上最近以太币涨的确实比这个比特币涨的能多一些，因为现在很多机构也开始配置以太币的这个资产。那么它的结构其实很清晰，下面一个中枢，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下面一个中枢，这是第二个中枢，然后这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所以说是一个升级之后的大中枢。那么现在看这个中枢能不能够离开，哎，针对这个中枢的话走小 B 段，对吧？升级之后的月线升级之后的大中枢的小 B 段能不能打出去，对吧？这是这个我们要分析的。那么这个现在的目前看上去图形上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这个在月线上，你看它这个 MACD。是一个交叉之后的。如果说这个张口能张起来，那就强了，那这个离开的力度就有了。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最后这一笔1383到4792。现在月线上也够比了。我们之前分析的时候，它是在这个位置。那位朋友问的时候，在这里还是有包含关系的，对吧？现在这个本月是上涨了19.12%，所以说本月这个以太币肯定是涨得比这个虚拟那个比特币强。我们看一下比特币本月涨多少。比特币本月只涨了1.79%，这也难怪为什么那么多人开始关注这个以太币。以太币是涨了19%，还是涨幅非常大的。我们看一下这段的内部，周线一笔，周线还是一笔，走得非常强。你看它的周线整体表达，在下面交叉之后开始慢慢张口，这个快慢线的张口一定要张得大，这个快慢线的张口张得大，说明力度越强，动能越强，对吧？张得大，越张越大，越张越大，发现没有？这就是尤其这段开始加速，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是上了0轴以后，它开始加速，这就是在这个位置，其实在次级别有一个2买。看一下这个，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看一下日线，因为在周线上只有一笔，哎，到了日线上就比较清晰了。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周线上那个2买，就是在0轴附近，看到没？在日线上也是在0轴附近启动的。所有从0轴启动的这个上涨，贴着0轴的，我们一定要多关注这个。尤其你看它这个回落，刚好在0轴下面，不一定非要在0轴上面启动，也可以在0轴下面一点点，但是不能够离这个0轴很远，不能够离你不能说在这个下面这个启动，它那下面往往是上去之后可能再踩一脚才能起来，所以说一定是紧贴着0轴，这种启动的那个力度都不会小，所以它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其实就是，那么这段就猛了。那么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其实上一次在分析以太币的时候，在这里，我们当时说这个回落不回到这个日线中枢还是3买，我们当时还用这个黄金分割测过，对吧？那么当时我们的分析这个起涨点其实不是这个位置，是在这儿。这个是我们当时测量的那个起涨点，为什么在这儿呢？因为它这个你如果说看得够精细的话，其实这里是有一笔回落的，在日线上这里是有一笔回落的，所以我当时分析的时候，日线上是从这里分析的，我们把它画到这里再看一下，那这里就更清晰了。从这个起涨点的话，我们把这个价格2372，从2372上涨的这个回落，我们当时给那位朋友分析的时候，他正好在这里，对吧？我们当时说，哎，这里有一个小中枢，这有金融段，但是当然它的这个离开段有点强，我说再等一等，那么就等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对吧？到了这些位置的时候，我要看路况，到了这个位置，然后出现底分型了，我再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然后给一个底分型，然后你就可以进了，对吧？它给了底分型之后一个大涨，可能不需要大涨，只要出现底分型这个结构之后，因为我们知道底分型是有3元素的，你不需要在这个位置买呀，你是在这个位置买。就是这个结构的在这里，它只要突破到这里，对吧？甚至在这里你都可以先进一点，因为只要突破这是1、2、3元素，只要突破了第2元素的这个高点，在这里你就可以进一点了。那么到了第1元素的高点就更强了，所以说你不需要买在这2个位置，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可以先进一点了，因为底分型已经成立了呀。然后又是非常贴近0.382这么一个位置，红绿灯这个位置路况非常好，那你进不进呢？你起码要配置一点吧，毕竟是一个3买呀，针对它是一个3买，所以说后面上涨也就不奇怪了，对吧？出现3买打一个新高，出现3卖打一个新低，是很正常的，对吧？
这是300，这是3脉，再次出现新低，打破前面的低点，或者说突破前面的高点，这都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出现300和3脉之后，我们要看什么？看一下后期的这个3笔的一个力度。我们把后面这段给它画一下，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起涨点这里，其实就走一个小五浪。那么现在就看它，因为所有的这些，我们再这个比较一下什么呢？比较一下3和5的力度，哎，对吧？没到等比例，没到4923，这一段明显比3弱了。然后它的内部这有3根 K 线，我们跟大家一直讲的就是简单的，跟朋友们讲这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有没有3根 K 线的一个重合，3根 K 线，3根 K 线，对吧？有3个小中枢了，起码5分钟上有3个小中枢了，对吧？2个中枢已经饱满了，有3个就更饱满了，所以说它出现了一个回落。那么现在观察就是这个回落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3941，碰到的话就在这里做中枢。那么这里 A 中枢有了，它可以在这里做 B， 做完 B 之后再看它是不是能够再去上去，还是说走反向也可以。就是说这里回来了，但是呢我们要观察它这笔反弹，这笔反弹如果说很弱的话，它完全可以走反向，也可以从这里就断开。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走势类型连接另外一个走势类型，这跟我们刚才分析禅师那个原文不是一样吗？对吧？它完全是可以这样。这不是跟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个禅师原文的模型一样的吗？这是一个走势类型，然后接着一个3段回落，然后继续往上涨，对吧？关键就是在这个反弹这里，这笔反弹一定不能够太弱。如果说反弹很弱，只到了0.32、0.5、0.018，上不去，那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二脉，其实那可以走一个反向，走一个1、2、3段出现背驰的时候，那么你要记得是这个位置。但如果说不背驰，那你就要继续等4和5，对吧？所以说，没有任何预测的这个可能性，你预测不到，你只能跟踪。这就是以太币。我们再看这个其中这个 ETOR，这是我在周5做直播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就忘点了，忘开直播了，我以为开了，但是我自己在这讲了将近10分钟，浪费了10分钟时间，没有分析完朋友们的提问。那么因为提问的朋友是会员，所以说我放到这个会员专享里面来，对吧？它这个票是ETOR，ETOR 应该是一个券商吧，就是股票的一个交易股票的一个券商，但是具体的你可以自己查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其实很简单。我们把这个日线上也是上市不久，走得非常规矩，规规矩矩的，就是画线都很简单，对吧？我们能够简单的就分析出来它的结构。那么前3段构成中枢，对吧？这个在这里，这就是日线中枢。看一下哪个低点更低啊？57.5，前面那个更低，所以说它这个高点是这个下沿在57.51，因为这个是中枢划分的时候是高点取较低的那个，这不是2个高点吗？那么取较低的这个，那么低点的话取较高那个，它俩比较的话是57.51更高，所以说是这个是中枢的这个下沿。那么这个中枢有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就在这里震，那么也有一个这个趋势线，对吧？这个趋势线的关键就是这个位置，其实是这个能够找到趋势线，前面的话你还找不到的，就是这2个高点连线，它这里是就是出现了一个毛刺儿，就是这个位置明显是受阻于前面的趋势线的一个原因，对吧？如果说你在一直跟踪它的话，这笔反弹那肯定就可以利用这根趋势线了，所以这个位置是能够利用趋势线来做到比较精准的一个判断的。那么现在又下来了，相当于就是这个中枢它在走 B 段，这个是 A，那么还可以把前面从高点分析，我们把这个中枢拽过来，这样分析，也就是说我以79.96作为 A0 起点，因为 A0 起点你可以任意划分，你可以规定我现在只分析79.96右侧的，那么这就是进入段，然后这是2次反弹，然后走离开，对吧？我这样划分的好处就是我有进入段跟离开段，我就好比较了。我这里就可以比较一下进入段
离开段儿，哎，我就得到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可能转折的位置等比例的43.49，现在没到，已经出现底分型了。那么它的内部已经有中枢在这里这个次级别有中枢了，但是呢这段的离开有点强，所以说我估计呀，那么它可能弹一下，看它能不能够首先弹出一笔来。如果说能够弹出一笔，当然更好了。弹出一笔来，那么针对这个中枢还是三脉，你要等待的是再背驰，因为它这三根周三、周四周五这3天跌的太狠了。周三跌了4.54%，周四这个是周一呀、周一跌了4.54%，周二跌了8.25%，周三跌了5.4%，这3天跌的太狠，造成这个它的次级别没有背驰，这里可能是有中枢，但问题是这个离开太猛了，所以这里起码要出现一个中枢，稍微大一点中枢之后，比如说它就可以这样，这个里出现一个修复，然后再跌一下，这个位置是你可以稍微开始近一点的位置，对吧？等待这笔反弹。如果说这个反弹只是一个弱反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反向中枢，它可以继续跌。这样的话就是大 A 大 B，对吧？这是一种情况，这是稍微比较偏弱的。什么时候比较好呢？就是这样，这里也给你弹了一笔，也出现一个背驰了，然后我这里出现一个大幅上涨，一定要快速的有力度的突破前面这个三脉，对吧？我们要的是这种，然后给你回落左反向。所以说我们要观察的是，首先这里能不能够出现这个大幅上涨，才有可能左反向。如果是不能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在这里做中枢，然后继续往下走，才有可能结束这波下跌。所以说，这个反弹你要不要参与的话，就看你个人的这个风险喜好，或者说你的这个跟盘能力。如果说不能跟，也不能盯盘，因为它这个下杀还是比较猛的。前面这里的杀的还是比较狠，尤其这3天，所以我的建议是耐心等待一个有大周期的盘整背驰的时候再开始进，有可能慢慢就要跌到43.49或者40附近吧。曲整的话，40附近看一下能不能够这个企稳。但是想加仓或者说想大仓位往里干，那还是要谨慎一点，毕竟现在尤其是最近3天，就是周一、周二、周三这3天的这个下跌，可能是财报的一个刺激啊，或者说其他原因。那么需要相对谨慎一点。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ETOR。我们再看，还有会员朋友们提问的这个 AMD。AMD 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图形给它补一下。大周期我们已经说过之前，这也是出了一个高点。把这个其他的给它删掉先。月线上已经反弹出来一笔了，所以说它这个月线结构，这个起涨点是在下面这个1.61，对吧？那么也是3笔构成进入段，然后开始在这震，然后现在是还是在震荡，还是围绕下面这个中枢在震荡。那么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76.48这一笔能不能够结束，对吧？我们做多就是要它延续，走势继续向上延续，我们就赚钱，你做多就赚钱。如果说涨到186.5这里结束了，那你就做多你就亏钱，因为它要掉头了呀，对吧？所以说我们就观察它的延续性。怎么观察它的延续性呢？那就是它的次级别啊，内部是不是够饱满，是不是跟模型比较各个组件都有啊，对吧？这就是我们要观察的。周线上还是一笔，周线上没有结构。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从这个起涨点76.48没有结构，它这个有3根 K 线、3根 K 线、3根 K 线，但是在周线上都不满足定义，所以说没有结构。周线上就是一笔，看它的次级别，那么次级别日线上就有结构了，从这个76.48，1、2、3、4、5、6、7，一个7浪，对吧？你也可以说成9浪，为什么说可以说成9浪呢？因为就是也是4月9号这根 K 线造成的这个破坏。那么如果说你把它算成一浪的话，就是1、2、3、4、5、6、7、8、9，不论是7还是9，都符合我们的这个7浪衰竭和9浪衰竭的模型。也就是说，这个已经是基本上是一个极限了。虽然说它也可以出现一个9继续往上走，然后10回落不回来，然后出现11也可以，但是现在看已经开始有衰竭的迹象。你看它的 MACD 已经开始有点掉头往下走了，对吧？已经开始有点掉头往下走，然后比如说到5附近的话，能不能够得到支撑，来一个空中加油再上去？所以现在这里是有希望或者有可能要回来，因为它这个离这个前面这小高点并没有多远。
它是到了186，186前面这个小高点是182，你看这个小高点147，对吧？它一直涨到182才出现回落，那么离这个147很远，但这个是涨到186，它就开始出现回落了，所以说没有脱离前面这个小高点很远，所以这里很有可能要回来做一笔回落了，因为它的这段上涨内部我们多周期看，对吧？157，这是它的次级别，157.8这里上涨，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那它次级别有中枢了，对吧？那么是有进入段，有离开段，出现背驰了。那现在就看着这个，其实小周期上你要去观察一下这个一笔能不能够回落下来。最好在小周期里面有一个小三脉，就是有一个，比如说5分钟上是这么一个结构，然后出现一个小三脉之后，那可能要做出2个中枢之后，才有可能结束这段，也就有可能构成日线上的这一笔回落了，对吧？那么日线上这笔回落如果出现之后，那这里就有中枢了，对吧？看它是能够继续上去，还是说，哎，要关注是不是要走反向3笔？这里有中枢回来，这个反弹很关键，不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然后出现一个再这样的一个回落的话，可以变成是一个这样结构。前面是一个7或者9都可以，那么这里只是一个3笔的一个回调，哎，可以完成震荡结束了，可以完成这个回落了，直接可以走反向。继续快速高走高打，然后走这个上涨，对吧？这就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禅师原文不一样吗？你把它结合起来都可以的。那么你可以用同级别分解是中枢震荡，然后走离开，可以没问题，也是可以一个非同级别分解，从这断开，我前面一个7浪衰竭或者9浪衰竭，然后我一个3笔的一个这个盘整回撤完成调整，然后继续往上走也可以。这就是同级别和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在这个实际图形上的一个应用，这2个方法都要学会，都要掌握。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 AMD，然后再看一个尤其是在周五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票这个联合健康 UNH，那么之前呢从600多，600最高点在630吧，630跌到了这个234，也是腰斩又腰斩呐。那么具体的这个故事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对吧？这个什么具体事情我们就不说了，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之所以周五出现大涨，是出现了11.98%这个大涨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应该就是这个巴菲特。其实除了巴菲特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机构投资者开始这个在底下吸筹。那么为什么最近的知道呢？就是这个13F，13F 就是这些大的这个机构啊，或者说像巴菲特他们这种，他们每个季度都要这个上报他们的持仓，但是巴菲特比较特殊了，可能是因为巴菲特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之前好像是他应该是在6月份开始买的，但是6月份那次他没报，或者说报了，但是呢说要先保密一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有这种特权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保密，还是说就巴菲特可以申请？应该是所有人，可能他的这个买卖对股价影响比较大吧。可能是有这种特殊情况，具体的规则大家可以查一下，是不是都可以申请，还是说只能巴菲特这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六月份他其实从6月份开始买的，但是呢没有那个申报的时候说要保密，那么到这个月份才开始披露出来。所以说为什么周五开始大涨，就是有巴菲特加持了，或者说还有其他大的机构开始在慢慢底下吸筹。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在美国的朋友应该都比较熟悉这个联合健康，对吧？一个大的这个保险公司。那巴菲特他本身也有这个保险公司啊，对吧？就是这个做汽车保险的，但是他介入到这个健康医疗保险也不奇怪，对吧？都是相当于同行业的。那么从大的结构我们看一下，针对下面有一个大的预线中枢，这有一个大的预线中枢，针对这个中枢还没有出现300或3脉，我们知道。想要脱离一个中枢的吸引，它完全任何的中枢对向上和向下的这个逃离都有吸引力。这就是我们禅师给我们讲的这个例子，就类似一个星球，你这样逃逸，你的逃逸速度一定要够强。如果说逃逸速度不够强的话，你就会被吸回来，对吧？那就继续拉回这个中枢也不奇怪，甚至再打高点也可以，对吧？你还是在围绕中枢震荡。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哎，我拉回去了，但是回不去，出现3脉，可以继续往下走。那么你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简单的测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到这些可能性的这些位置，红绿灯嘛，到了这个位置有没有这个红灯啊？是不是要停一下？内部结构看一下，是不是要下来，对吧？这就是利用这个黄金分割潜在的看一下。但是现在有这种好的迹象，你看它这个裸 K 200月，刚好在200月这个附近，对吧？200月附近，而且本月现在是出现了一个上涨21.82%的上涨，非常好的一个潜在的反转的一个迹象了。所以说，下一个月如果说能够出现底分型的话，那这个给一笔反弹的可能性就更高了。所以说，如果说你关注这个公司或手里有片的话，那么可以慢慢跟了，这里边有潜在反转的迹象了。我们要看一下这部的内部结构。之前有朋友问这个票的时候，我一直不建议进，因为是它基本面出现了变化，就是之前没有巴菲特还有其他机构投资人披露的这时候我说的。但现在变化了呀，你一定要是有灵活，不能够死教条。它的基本面出现了变化，这些机构开始看好它了。那么我们是坐轿子的人，你是没有办法抬轿子的。我们小散户只能是坐轿子，机构开始进场了，那你坐一把轿子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有大户开始进场了，你小散户跟着喝口汤。这是这个月线上看一下周线上，哎，周线上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结构，从630下来之后，1、2、3、4、5，一个典型的五浪下跌呀，看到没有？一个典型的五浪下跌。它这里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中枢的话，就是类中枢也没有问题。但是它因为一笔，其中有一笔只有4根或4周的一个下跌，不满足定义。但是你如果说当成一个中枢来分析它也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就体现出来这个三脉的一个作用了。这里是有过一个三脉，然后又出现一个背驰，所以我们一直说要有背驰，我要进的是背驰点。为什么那么关键？要找等背驰呢？前面这一笔能不能够做呢？可以做，但问题是弹的非常浅，你可能非常费力。你看，我们测一下，从这个反弹是涨了29.81%，它利用了多长时间呢？这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周线上，它用了就是1、2、3、4、5、6、7、8，用了8周的时间涨了29%。啊，涨了30%吧，用了8周的时间涨了30%。但是我们看这个下面3周的时间涨了32.61%，对吧？为什么说你要等背驰的原因？它省力气啊，省时间呢，快呀。背驰了，结构饱满了，所以说涨得快。你前面你要用8周时间才涨30%，我下面我用3周甚至2周时间我就涨30%，你要哪个？你肯定要后面这个。所以说，那么前面这个时间你完全是可以去找其他更活跃的一个公司，或者说你去休息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要有背驰的原因就在这里。无论你这个周期是周线还是日线还是什么5分钟、15分钟，我们都要这种结构，晓得吧？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一个五浪背驰了，我们现在看五浪之后怎么演变呢？可以是给你弹一笔，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走了一个反向中枢出来，然后再跌一下，这样的话就饱满了，进入段离开段带中枢，这个结构完全可以相对比刚才那个只有浪形的结构是饱满的，对吧？这是只有一个五浪，那么我们现在是有更多的结构，我们可以在这里继续组合，然后再出现一个低点，这种结构肯定比这种只有浪形结构饱满的，甚至是可以再出现2个中枢的一个下跌，也可以，对吧？那么这就是比较弱的一种反弹。还有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强的，我这一笔非常强，直接突破了前面这个326.55。如果说出现一个强势表达的时候，你这是要跟它的，这段是要跟踪它，你要有仓位去跟它，然后它很强势的突破了前面这个326.55，那么你要一直跟着它，然后出现回落有300，那就更强了，直接走反向，再到前面的630也可以。所以说一定要出现这种强势表达的时候，你要跟得住它，对吧？你要跟它是在下面开始进仓位，其实现在开始进也不晚。它刚刚开始出现这种转折，但是你期待着它直接就给你一个这种也不现实，对不对？就是你要跟踪，要防止它，只是到突破，可能很缓慢的突破了326.55之后，然后开始往下走，也可以的，就是把这个中枢，把这个结构做得更饱满一些，再打一个低点，就是你要防止这种。那么在这个位置，因为现在信息也披露了，
那么散户也开始要这个上去成轿子了，那这些机构肯定要震仓啊，或者要洗盘呢，要把这里洗得干净一点才好拉升啊。所以说这一段的这个震荡或者说调整必不可少，要注意风险，不能说因为有巴菲特的这个加持，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除非是你这个买了之后我就拿着5年10年不看，那没有问题，你可以定投的，对吧？这是没事的。那么既然有这些大的机构的这个大鳄大佬们看好这公司，那么它再回到630也只是时间问题嘛，对吧？但我们要的是成本不能太高啊。你定投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跟踪每天这些这个震荡的话，好的，那么的话，我们这个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了，再见。